中国神话人物的特点是多且杂，通过查阅资料不难发现，我国的神仙体系不仅组织机构庞大，而且人员构成杂乱，乱就乱在多部著作叙述不一。比如《列仙传》跟历代神仙通鉴中的神仙名讳及职务就有许多不同。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跟《封神榜》中的个别神仙及来历也大相径庭，但是在这种相对混乱的体系之中，却还是有一条被较多人公认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著作表述的不同，往往只涉及神仙具体生平，亦或是其弟子有哪些罢了。因此我们可以避开细枝末节，来把这条中国神仙体系主干捋清楚。要弄清神仙体系，就要做到以下3点。首先，表述要通俗，能用俗称的，不用全称。比如王母娘娘，全称上圣白玉龟台九灵太真无极圣母，瑶池大圣西王金母，无上清灵元君，统御群仙大天尊，但我们就称呼为王母娘娘。第二点，要做到公认性，公认不代表每个人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神仙体系中包含了太多古代文化元素，因此这种糅合中难免有多种说法，而我们只讲被认可较多、流传度最广的体系主干。最后一点，要做到结合名著，因为具象很重要。比如名著电视剧、电影中提到过的神仙，就更容易理解了神仙体系形成的脉络。中国神话故事根据流传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3段，即先秦神话、其后神话及明清神话，而3者又根据时间顺序，对前者有继承关系。先秦神话构成了整个中国神话体系的金字塔尖，即最上层的灵祖君、皇帝等均已出现，后世新增的神话人物多流传为这些始祖的后代或徒弟。秦之源的神话体系中，基本把所有天官系统搭建完毕，这是一套类似于封建世俗管理体制的神仙班子。而明清神话由于封建集权制度到达顶峰，已经无法或者很难再对上层神仙做新的故事开发，只能从小处着眼。于是妖魔鬼怪的故事开始大量开发出来。先秦神话由于处在文明的初级阶段，人类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样形成的，那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解释，都落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人的头上。因此当时创造出来的神话人物多为开天辟地型的始祖人物，解决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到了两汉及后来的葛朝，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早已有之却不成体系的本土道教也开始着手完善自己的信仰体系。而自秦以后的民间神话就是将佛道糅合在一起，上层加上那些创世神，下层加上神鬼妖狐之类的做反派，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神话体系。而这套体系也为诸如《西游记》之类的神话著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具体说一下这套体系中的诸神。在《西游记》中，我们往往感觉玉皇大帝就是天上最大的官，如来佛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至高存在，观音菩萨总是涉及具体事务，太上老君很像是玉帝的宰相。这些感觉也对也不对。比如玉帝，他确实是天上最大的官，但不是仙界最大的神。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直观的叙述方式，自上而下的聊一下各位神仙的地位及互相之间的关系。话说诸神体系中唯一至高无上，没有与之并列的第一神是创始元灵。宇宙诞生之初，就随之有一个先天混元元灵，且无意中得到了造化神器。经过不知几世修行后，道法修成，创始元灵具备无上的灵力，专修清灵空明4门玄气。这一位所有混沌的发端，并没有什么奇人异事流传。坊间创始元灵一共有4个徒弟，分别是红军老祖、混坤老祖、女娲和陆鸦。这4位分别从师傅那里学习，修不同的玄气。里面我们最熟悉的是女娲，她主要修行的是玄空气，主要功绩是创造了人类。而陆鸦主修的专业是玄冥气，是4位中故事最少的，因为他一直隐居于北海。我们需要着重介绍的是大师兄红军老祖和二师弟混坤老祖。话说红军老祖主修的是玄冥气，门下有3个徒弟和1个书童，3位徒弟并称3清：大徒弟道德天尊，2徒弟元始天尊，3徒弟灵宝天尊。
三位分别创立了3个教派，而那一个书童就是玉皇大帝。红军老祖派系道德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他创立的是人教，主要功绩有2个，一是在封神榜中战胜扶持人间商朝的截教，另一个便是辅助玉皇大帝处理紧急事务。太上老君又称太上道祖，曾托老子肉身下凡布道，是道教的最高领袖，但他徒弟最少，只有2个，一是玄斗大法师，另一个是渡厄真人。渡厄真人是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的师傅，元始天尊创立的是阐教，主要功绩是托盘古身躯，开天辟地。元始天尊徒弟无数，阐教在3教中势力最强，其中修行最好的12个徒弟，并称12金仙，他们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巨留孙佛、玉鼎真人、太乙真人、黄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恒天尊、清虚道德真君、赤精子和广成子。而且元始天尊还有个女儿，就是我们熟知的王母娘娘。灵宝天尊就是通天教主，他创立的是截教，是红军老祖最为宠爱的徒弟。红军曾将诛仙剑等几乎所有宝物以及法阵都传给了通天教主，使得他有重开天地的本领。截教与元始天尊的阐教是宿敌，而太上老君又站在元始天尊一边，因此通天教主曾与2位师兄大战过，由于其中一个弟子的背叛而没有打赢，恼羞成怒的通天教主打算重开天地，结果被师父阻挡并关了禁闭。截教门下弟子也非常多，包括雷公电母、24星宿等等。再来看红军门下这位书童，除了创世的那几位师徒外，神仙序列里因为3大教的存在，以及后面我们要聊到的红军师弟混坤老祖门下的众弟子，神仙总数庞大，需要一个管理下级神仙和下层世俗世界的管理机构。像这种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机构，专心修炼的老祖们是不会有心去担当的。于是红军老祖就派书童去负责，他就是玉皇大帝。有些人一看到昊天上帝这4个字，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往往错误地将这个名称用在至高无上的创始元灵身上。其实昊天上帝只是玉皇大帝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关于创始元灵大徒弟红军老祖一系的基本情况就是如此。当然3教中的弟子们还有弟子，比如文殊的弟子有金吒，普贤的弟子有木吒，太乙真人的弟子有哪吒，玉鼎真人的弟子有二郎神巨留孙，佛的弟子有土行孙等等。混坤老祖派系，接下来我们来看创始元灵的2徒弟混坤老祖一系的情况。混坤老祖就2个徒弟，但地位在诸神中都非常高，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祖字，一个是如来佛祖，一个是菩提老祖。如来不必说，其门下多为弟子而非徒弟，而菩提老祖就是孙悟空的师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悟空从山里找个神仙老头学的神通就足以战胜天庭的原因了，而只有如来能降服他，因为如来佛祖正是孙悟空的师大爷。菩提老祖在《西游记》中只开头出现了几次，存在感并不强，但是其实菩提老祖是所有诸神中唯一的全能王，他代表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大融会。大贯通菩提给徒弟们开讲的时候，往往是说一会道，讲一会禅，3家配合本如然，也就是说菩提是为儒释道3家合一的真正高人，这一体系的发端和主干。都聊完了枝叶部分，我们以后再聊天庭。天庭可以说天庭是由红军老祖示意组建的，是由3清一起在斗争中策划的，总负责人是玉皇大帝。3清虽然与玉帝同级，但红军不仅派3清组建天庭，在天庭成型后还让他们辅助玉皇大帝，目的就是为了能把神仙体系管理得更好。这里说的是辅助，不是服从。因此像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玉皇大帝只有尊重和商量的份，没有命令的权利。而且不光玉帝和老君是平级，如来和菩提与他们也是平级，所以才会有《西游记》中玉帝与如来平起平坐，互相尊重，菩提隐居山中，不让孙悟空报出师父名讳的情节。加入天庭的神仙被称为天官，这些神力资源主要有2个来源，一部分来自阐教和截教的弟子，
一部分来自人类的修仙、阐教和截教的弟子是通过下凡，分别协助西周和殷商的战斗中牺牲立功后而进入天庭的，如元始天尊的徒孙雷震子和哪吒等。人类修仙进天庭的，多是秦朝以后的历代神话人物，是在民间宣扬真善美的过程中弘扬出来的，如八仙、六丁、六甲、五斗星君、四大元帅、九司三省等等。其中姜子牙比较特殊，身为元始天尊的徒弟，又非12金仙成员，是组建天庭计划的核心实施者。因为红军老祖除了让三清策划外，只指派了一个光杆司令玉帝，而姜子牙的任务就是充实天庭的班底，并通过合理的神事任命，使得天庭能够正常运转起来。完成任务后的姜子牙封完所有天庭神仙后，却没给自己留位置。由于榜单是早就拟定好的，不能随便增加位置，而且像姜子牙这种级别，既不能高于与师父元始天尊同级别的玉皇大帝，又不能封一个比其他神仙更小的官，因此师父给了他一个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绝对地位，使其虽不能位列仙班，却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天庭的运作机制跟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很像，也有中央各司其职的天官和下界，分管四方的神仙，包括了地上的五岳大帝、海里的四海龙王以及地府的十殿阎王。其中五岳大帝就是根据凡间五岳的方位来划分的，包括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北岳衡山安天玄圣大帝和西岳华山金天愿圣大帝。五岳的五位大帝都是一家人，其中东岳大帝地位最高，他是其他四岳大帝的叔叔。总结从诸神的关系到创世神们策划了天庭都介绍以后，我们不难看出，创始元灵的4个徒弟中，第3、4位的女娲和陆鸦出自先秦神话，一个代表了出世神，一个代表了隐世神，一个寄托了先人思想中神能创造万物的想象，一个寄托了神看不见摸不着远离尘世的想象。而排第1位的红军老祖一系基本为自秦以后的道教崇拜体系，而且无论正反派均出自这一系之中。而排第2位的混坤老祖一系以及红军的徒孙12金仙，更凸显了佛教道教通通被民间整合到神话当中的现象。混坤就2个徒弟，一个佛祖，一个老祖，老是道教的常用字，而且12金仙中有4位是佛教人物。其实我们的祖先想象出如此丰富的神仙体系，所有神仙都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生命体，并且想象出神仙7大、十圣十德等神仙专用道德准则去规范诸神事迹的发展方向，都是寄托了人们对于解决世间难题的美好愿望的。无论是有病不能医，有劫不能渡，有自然现象不能解，都会诱发人们的思维转向，寻求虚空的帮助。而这也恰恰是古人在面对困难时缓解焦虑的主要途径，以及对于他们无法把控事物的终极解释。以上就是神仙体系的介绍，你对神仙体系还有补充的内容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